大家好，这里是凹凸中文，好久不见。因为我最近刚刚回国，回了将近1个月，然后我刚回澳大利亚，所以最近呢，我会陆续更新一些新的视频。那在视频开始之前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一期的视频的字幕应该是可以打开或者关掉的。好多人跟我反馈说，他们想关掉字幕，然后只是听来锻炼他们的听力。好，最近我想做一个新的系列，我想和大家介绍中国的各个省份，还有直辖市。因为在中国和中国人聊家乡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话题。以后你们见到中国人的时候，你们就不用说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，再见。以后你们就可以说你好，你是哪里人？那他可能会说我是福建人，你就可以说我知道福建，福建是个好地方，广东人就最喜欢吃福建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中国人一定会觉得非常吃惊，你连这个梗都知道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走进福建啊。福建，中国沿海，福建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。现在我们听到沿海城市，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有钱有钱，土豪土豪。可是在技术不发达以前，福建沿海地区人民靠海吃海，没有海的地方呢就靠山吃山，所以也是看老天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其实是比较穷的。好，顺便提一下，福建的简称是闽，大家看这个汉字，闽是一个门里边一条虫。为什么用这个汉字来代表福建呢？比较多的说法是因为这里的虫指的是大虫，也就是蛇。那福建因为有很多山，的确也有很多蛇。其次也因为蛇作为龙的原型，以前有些地方的人是把蛇当作龙来崇拜的。好，待会儿我跟大家介绍的很多东西里边会包含闽这个字，所以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字是怎么来的。那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的福建的第一部分就是饮食。福建人的口味总体是偏清淡的，特别是沿海的部分啊，因为吃海鲜，所以肯定吃的是比较清淡的。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地方吃的会比较咸。福建菜也叫做闽菜，它是中国的8大菜系之一，其中最有名的我觉得应该是佛跳墙。佛跳墙通常用的是鲍鱼、海参、鱼唇、蚝牛皮椒、杏鲍菇、蹄筋儿、花菇、墨鱼、瑶柱、鹌鹑蛋等汇聚到一起，加入高汤和福建老酒，文火慢炖。哇，听起来就很贵，所以呢，一般的饭店是不可以点这个菜的，一般是要去吃福州人的喜酒才会有。那这个名字很奇怪，为什么叫佛跳墙？因为这道菜太好吃了，连信佛不吃肉的和尚闻到这道菜都忍不住跳墙出去吃。福建好吃的真的太多太多了，在全中国最有名的就是沙县小吃。沙县是福建3闽里边的一个县城。那正宗的沙县小吃和不正宗的沙县小吃会有一些区别。如果你们去中国，你们可以尝到很多不正宗的沙县小吃，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宗的。因为我很多朋友在沙县，所以我也常常去沙县。沙县小吃里边最经典的一般有扁肉，也可以叫馄饨。其实这个字的正确读法应该是馄饨，可是好像全中国人都是这么读的。我也不确定，如果你去一个饭店说我要一碗馄饨，老板能不能明白？但是如果你说馄饨，大家一定都明白。
好，然后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是拌面，在沙县里边常常可以吃到，比如说烧麦、芋饺、炒米粉、鸭头、板鸭等等等等，据说一共有100多种，所以我就不一一和大家介绍了。还有一个在福建比较受欢迎的是永安小吃，我非常喜欢，我回国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在吃。永安也是三明的一个地方，那永安小吃主要有大骨汤粿条，然后拌活肉、拌肠头，还有拌各种各样的东西啊。他们用的是很辣的黄椒做的酱，所以真的非常好吃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闽南风味小吃。我吃过的有面线糊、醋肉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毫无道理，和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有海蛎煎，还有五香卷，还有很适合夏天吃的四果汤，还有沙茶面。沙茶面的味道偏甜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拉萨，但是没有拉萨的椰香味。其实我个人不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黑暗的叫土笋冻，他们是用虫子做的哦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查哦。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，像福州鱼丸，还有莆田卤面都很受欢迎，都很好吃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零食系列，叫米稀八大干。我们有豆腐干、地瓜干、肉脯干、老鼠干、菜干、萝卜干、猪胆干、笋干。我尝过里面的大概3、4种，我觉得肉脯干真的非常好吃，我一直都很想尝一下老鼠干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试一下。当然福建好吃的不仅仅有这些，还有很多很多，但是有很多我自己也没有吃过，我也不熟悉，所以今天先跟大家介绍这么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福建的文化。很多中国人想到文化，很多中国人想到福建，可能会想起一首闽南语的歌，叫爱拼才会赢，在闽南语它叫爱拼才会赢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，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爱拼。这首歌的确很好的代表了福建人会吃苦，也很有冒险精神。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，福建以前真的很穷，为了生计没有办法，有些地方的人甚至要偷渡去赚外汇来养家。比较常见的是偷渡到日本、美国、欧洲，甚至是南美。我记得我大学的我记得我朋友的大学舍友，就是在他们大2的时候和家里介绍的一个男的，那个男的也是中国人，他在阿根廷开超市，然后他们在大2的时候订婚了，这个女的她就退学，然后偷渡去阿根廷去找她的未婚夫。哇，我还是觉得很震惊。那我个人是很不能理解的，因为我觉得婚姻对我没有那么重要，学习比较重要。然后可想而知，有一些福建人在国外赚了钱回到中国，就会用这些钱做一些小生意。所以很多人提到福建人，也会觉得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啊。现在福建的经济的确比以前好很多，算是还可以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是，因为福建多山，交通很不方便。以前交通不方便的话，就2个地方的人就没有办法交流，所以在福建的方言有很多很多种。不要说你们都是福建人，
即使你们是一个县城的，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用你们的方言交流。不过在这么多方言当中，闽南话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。现在英文中说的 Hokkien， 我觉得应该主要指的就是闽南语。因为现在除了在闽南，还有很多台湾人、马来西亚人，他们说的也是差不多的话。也正是因为闽南语和普通话差的太多了，的确有很多福建人的普通话不好。比如对一些福建人来说，发 f 的音很难，因为福建的方言中是没有 f 这个音的，所以他们会把 f 发成呵。他们可能会把福建的省会城市福州说成湖州，然后会把吃饭说成吃饭。但是当然现在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，但是如果是我家乡的人还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在中国其他的地方，他们也很喜欢开福建人普通话不好的这个玩笑。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方言的影响，一些北方人会觉得福建人讲话比较温柔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，那里的同学说我的话，说我有台湾腔，因为台湾人也说的是闽南话，所以这可能导致我们和台湾人说话的习惯比较像，然后我们觉得台湾腔听起来很温柔、很可爱，很像是在撒娇。福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比如说武夷山、大金湖、太姥山、鼓楼，不是鼓楼，土楼、鼓浪屿、三坊七巷。那我觉得外国人可能会对土楼比较感兴趣。最后说一下，福建的茶非常好，比如说乌龙茶、红茶、白茶，还有茉莉花茶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去福建多买一点茶，然后带回去，因为其实也不贵，也很便宜。好，看了这么多，不知道大家现在对福建的了解有没有更多？你们下一次知道怎么和福建人聊天了吗？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系列的视频会对你们了解中国文化有帮助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。接下来我会继续介绍其他省，然后我会主要通过饮食习惯、语言文化这些点来跟大家介绍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